Oh my god！ 哇塞，太美了啦！这个，真的来欧洲了，开欧卡。Hello， 这个房间是这次 Bobo 招待我住宿的地方在希腊的塞萨诺尼基这个君悦饭店。上网查了一下，这一间房间一个晚上要1万出头吧。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住宿。然后刚刚在机场的时候，Bobo 原厂的人员也是非常的贴心开了一部 Bobo 的轿车去接待我们。这个是我的浴室，这样晚一点，大概6点的时候还要开会，会说一下明天的行程。然后这个是邀请函啊，就是说我们来这里参加 Bobo 最新的车款的活动，大约的内容这样啊，还有明天的驾驶的牌子明天大概会驾驶300公里左右。然后等一下我会，现在有点在下雨了。等一下我会去大厅那边看一下有摆一部新的 Aero， 等一下过去看看它的一些细节现在在饭店，然后饭店这边有摆一部，先来看一下这个其实现场看真的非常的漂亮，下面的半把那个下巴，还有这些都是加长的套件，低风阻的加长套件，这个是原厂的。我之前就是说我要找这个，还有这一片也都有加大，这个都是台湾大概只有这样上面也只有这样它这边有加一段。前轮的尺寸，这个是马牌的，跟我的尺寸都是一样。前轮钢板也只有一片，没有气旋前面的最低离地高度15公分而已。现在这样15公分而已。之前也在找这个套件，太贵了，所以那时候没有买。后轮的尺寸也跟我一样，所以我那部车会用成这样，就是这个原因，完全都是跟国外用的一模一样。31570的第5轮的中心，我抓的位置也是跟它一样。在驱动轮前面，你看它没有护德，那没有护德。它直接锁在车道上，然后它的尾盘的高度掐得量上来大概16、17公分车厢也要包的，车厢掐出来要包的。现在这边是大致上让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后视镜盲点这一款有电子后视镜的也有，没有电子后视镜的也有，这个是盲点侦测。如果有后视镜的，会显示在后视镜里面会有一个红色的那个警告，这样。这边也有一个工具箱，先大概看一下啦。明天试驾的时候会有更多的详细的内容，先大概看一下就好。这就是我今天入住的饭店，晚上会在这里上课。完全跟台湾是不同的风格，像阮这菜鸡来到这，大项拢看无。刚刚坐电梯下来，还找不到大厅在哪里。它这个有点算是，我也不太会讲大厅是在2楼，然后我的房间在326，往这个方向。326，来坐电梯。刚刚电梯就有坐过，电梯，它这个震动非常的大大吹大激动。然后很好笑的是，我第一次开门开不起来，卡片插在底下开一步开不起来。刚刚就是这样插下去，然后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打不开，结果是要这样
就可以打开了，笑死。OK， 休息一下，晚一点再去吃个东西吧。今天晚上会做一个简单的简介，说明明天试驾的活动如何进行，还有车子产品的一些介绍。然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酒会啊，交流。对。然后这位是太古派来帮我翻译的 ，Hello。不只有我一位，还有来自韩国、香港、奥地利，等等的国家。And then there was a small pandemic in between that sort of destroyed our plan. 现在是早上的6点，然后现在准备去吃早餐。吃完早餐，我们就要出发了，就准备要去开始今天兴奋的一天，试驾新车。这里是我们今天的吃早餐的地方，带大家稍微看一下。然后这是香港来的朋友，你好 ，Hello， 早安。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试驾了。很少有饭，然后有很多面包、甜点之类的东西。然后是吐司，面包很多，他们很爱吃面包的感觉。这我拢看过啦。所以说，小时候要把英文学好。今天的早餐，准备出发了，一群人。这个巴士看起来质感就非常的不一样，然后车门的设计都是有造型的，而且没有凹溜或边框之类的。不。这台巴士搭起来啊，其实希腊的路没有很好，但是整个车体的扎实性，觉得就跟台湾有差。虽然它的上面的置物架比较旧了一点，稍微有声音，但基本上它车体的部分没什么声音，很扎实。Thank you. Oh my god. Morning. Thank you. Oh my god. 哇哦！所以我的排在第几？他第一个 Steam 我是开3号460，L460。L460， 车牌96P。啊，我今天第一台要试驾这台96P。哇塞，太美了啦！这个要修，来，我先来看一下前轮的高度，19，看一下这台前轮，钢板的呢。一片而已，然后38555的，
哦，昨天给你看还没有看到这个，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空间？它其实这里面呢、只有7公分，6公分而已，5、6公分而已。因为它这边有做一个倒角，所以这边是14。你看，这个把都，还有这个低风阻套件，基本上把整个都遮住。然后下半部，哦，后轮也是315/70的，碎，看一下上面侧高，一样高。跟这个侧面真的是太漂亮了，哇塞 FH Aero is classified as a long haul, long distance drive vehicle. So the transport cycle long distance. So you cannot ride construction, for instance. Oh, I see. So it's on a smooth roads. Basically paved roads with an even surface. But you can go, of course, in the mountains, as you say, up and downhill, windy roads and so on. But the surface has to be flat, smooth. Yeah. OK. 他说，就是一般道路、柏油路都可以，就是不可以走那种可能重机械走的那种，就是那种土石路。就是只要是有铺路的。走山路啊，或是高速公路都可以。这个差速比是可以的，对，了解。哇，它配的比我的齿比还要低，它配2.31耶。等一下我们可能就上路的时候再看一下哦，看一下它的时速跟转速是多少。然后这一次啊，可以看一下哦，它这个往前延伸了20公分，它因为要符合2020 9月的欧洲法规放宽哦，这个其实我在之前 FB 我就有 po 过一则新闻，就是他们可以放宽车厢啦，例如车头或者是车厢的宽度，像隔壁这个应该是 XXL 吧，应该是。等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紧迫，所以我先介绍这一台哦。那 XXL 它是连床铺都有比较大哦，然后看一下这个，其实在现场看啊，它的未来感非常的重，因为之前 logo 移下来这里的时候，好不好看见仁见智，但是他们有说到为什么这一片会这么大，在欧洲他们说很多公司是希望新款的哦，有一些空间可以贴公司的 logo。不然我们看一下那个哦，就是一般车款没有 L 的，它前面几乎是已经没有空间可以贴公司的 logo， 除了上面那个头等舱的标志。然后外观我们可以看一下屋顶哦，屋顶整个造型也有改过了，因为车顶的日行灯，它里面还有灯光的功能。这次我觉得真的改得非常的漂亮。哦，然后底盘的部分，哦，刚刚一来我就有量了，你看这个这样。那刚刚技师他有解说，他这款车子就是比较适合平路的运输。那欧洲的气温啊比较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它还有一个咖啡杯的座，哦，你可以坐在这边啊，放着喝着咖啡，还不错。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你看它的空间就不一样了。它其实往前就是有一个类似破风的功能，哦，像飞机的头它就会越凸嘛，你的风阻就会减少，它的风阻可以减少5%。其实这个风阻对我们这个重型运输其实是影响非常的大，不然你不会看，你看这个导流板跟车厢的空间不会做的那么的极致，加上那些有没有那些套件，其实有骑脚踏车的人，我说过很多遍，你只要稍微逆风，你就会感觉风阻非常的重，何况是这个面积那么大，所以风阻对运输来说是
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一次有测盲点它是两边都有，包含这个都有加宽。那天我有稍微拍一下，这个都有加宽，这个也有加宽，就是要减低风阻。那这个是塑胶的，你看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后镜头，它有照下面死角的地方跟后面这样。OK。然后这一次的椅子，还有它的 Air 包的那个遥控器都在旁边，但是碍于时间的方面，我只能做快速的介绍。OK。已经开始了哈。麦克风会自动的熄。它有自动那个熄火。因为这一台车子它有配备驻车冷气，所以会在5分钟之内自动熄火。You need to restart. Restart. OK。方向盘需要调。可以了，可以。好。Everything okay? OK. Yes. Let's go. Yeah. So we go after this one. 等一下跟在他旁边。出发前呢，我在熟悉它一些界面，然后一上车开始启动，看到这个电子后视镜在 A2 上，其实并不会感到奇怪，我觉得一上车就上手，看起来都还蛮 OK 的。这边可以看到我转方向盘的手，其实非常的轻松。Volvo这个 VDS。你能想象有一天开车能够如此的轻松，而且现在是总重37吨左右。它这个一样这里，here。You cannot change that. 不能。不行。对。要往调整，不可以调整。You cannot adjust this. No, you cannot. Do like that. 所以我们直接出去，他在等我们。Follow. OK. It's okay over there. Yes. OK. 跟国外打一下招呼。And if you need sun protection, you just have this one here. 遮阳。OK。这个 FH 开起来非常的安静，车内真的非常的安静，而且它涡轮有独特的声音，然后后视镜的话。看起来非常的清晰，而且他有说到它不会因为阳光而逆光，或者是我们平常在开车，它可能像我们在这个希腊这个地方就有很多那种灰尘啊，然后会挡在后照镜上，或者是镜子上，变成你的视野会变差。如果在这种镜头上不会。而且一上车就马上习惯了，而且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死角，你可以带你那一个方向，就是说它少了一个后照镜在那边。And for the view,
you cannot change it up and down, but you can change it sideways. 可以左右换，但所以上上下不行。动。好。但是你是指它的荧幕角度啊，还是你是指里面？我是要它往上一点，你是说它的画面里面的？是要它就是稍微这样。哦，那没办法，上下没办法。OK， 不行。 What was the question? 我要怎么从方向盘控制这个荧幕？因为我们台湾开的是可以从这个控制。Can he control the monitor by the button on steering wheel? You can do some functions like answering a phone call, for instance. 一些功能可以就是接电话啊， You can change if you listen to music, you can change the 音乐换音乐。 channels or 它可以从这里 different tunes. 这个之前是从这一个，就可以调整那里。他说可以，就是接电话跟音乐。好，还是有其他功能吗？台湾现在？没有啊，它功能比较新，所以我没有办法从这里。它的款式不一样的。它这边只变成有办法调整音乐跟接听电话，然后之前可以看油耗啊，里面所有的界面可以用方向盘操作，有一些功能已经取消了。可以给我一下，你看我货柜凸多出来。Show you one thing here. If you use this button, then you change the view. 好，可以看论。So it's 放大缩小。OK， 这边也可以。哦，你看。这样可以看到最后面那一台。假设我们拖50尺，可以看到最后面那一台。你荧幕应该有带到了。我觉得可能被这次那台36米长的货柜没有来，那个是在瑞典他们专用的。你可以看后视镜非常的清晰，可以看到第二台拖车。所以假设你今天如果是拉50尺的话是没有问题。先测试一下。等一下回来看一下油耗，它界面有一些更改，收音机的功能跟我的已经不太一样了。它那个是它的 driver， 跟台湾有点不同。界面有点不同。因为时间有点紧迫，所以我没办法做太多的那个调整。然后这一台有驻车冷气，哇，红绿灯非常的快，very fast。You can red again. Only pass one car. Only one. 所以只有那个可以看，那个。Yeah, we have to check on this side. OK。然后内装也多了一个水平的开关，其实可以选配这个。我们如果有在操作升降的话，这个按一下就可以恢复水平。你要帮我看一下红绿灯。对。好，我们现在车子的重。OK。我们现在车子的重量大概36吨。And start go. Now you can go. Oh, okay. And then
you go one left. 走车道。哦，他刚刚有提醒，旁边有车。哦。哦，这边有一个 Okay, here. 盲点。Here. Stay here. 中 OK。间那道。And you will follow, it says Atina on the sign. So you follow this lane and then we will take the first to the right. 第一个右转。对。好。Follow their car. Yes, correct. 下面这一条。红色，对，红色箱子。OK。Perfect. 然后现在提醒速限，它会侦测那个路标，会出现在我的荧幕上。1公里以后我们要右转。好。And here we will follow, it says Kavala. It's Kavala A2. Kavala A2。哦 ，OK。它又侦测到路标了，现在70。你问一下，它这边的那个时速是 80， 90。The speed limit shows it's 70. Can we go up to 80 or 90? Here you can go 80. 80。Yeah. 没有 Asobi， 没有，台湾是有 Asobi， 就是80可以90以上才有超速。What happens if he drives to 90? Nothing happens. You're driving illegally fast, but you can of course we, do. We meant if the truck will stop us or. Okay. Now you will have a warning, sound warning, saying just to mark that you're exceeding the speed. So you will see it says 80, the speed sign in the instrument cluster, and if you drive like 85 or 90, you will have a sound warning. 就是会有声音警示而已，车子方面。But it will not break the track. 但它也不会刹车。它现在是那个，例如说道路速限80，我在 IC 的情况下，它也会帮我维持在80以内，是这个意思？不会，它不会。不会。So if the speed limit is 80, the truck will not control it. Just IC. No. IC. Yeah, IC will go for 80. Yes. 好，不会帮我控制。它只会有超过的话有警示声。好，了解。IC 这个系统其实在上一代就已经有了，这一代是 IC Plus 进化到一个我觉得是恐怖的程度，它是靠地图。还有车上的 GPS 去感应前方要开始爬坡或者是下坡，连那种滨海公路的转弯，它会感应转弯的弯度来控制你的速度，进化到这个程度啊。然后这边我有抓一下，就是之前Volvo IC 这个系统的一些动画像第一段，这边看一下。第一段开始爬坡85，它会帮你加速，会帮你加速，冲坡上去，然后到第二段，它觉得快要到坡顶了，它开始油门放掉，慢慢的放，到坡顶的时候，它会放到剩下75，然后放空档，溜下去，我这边看一下，开始滑，你可以设定一个超速到哪里了超速到哪里的意思就是说，例如说你定速在80，你要让它超速到90，它下坡就会控制在90。这一代的 IC 系统，它还结合了那个路标限速，所以它可以知道你这一段路可以跑多少，会提醒你。像我这种菜鸡来到希腊，其实有一些
路段哦，它的速线并不明显，但是车子它会自己提醒我。像我到这里哦，哪里有上坡，哪里有下坡，哪里有速线，其实都不知道。但是有了这套系统，你就像老司机一样，它不仅是爬坡会帮你刮卡速度，就是例如你定速80，但是它会帮你冲到90，坡爬上去。然后下坡的话，它进化成跟老司机一样。下坡限速系统之前，例如说限速90的话，它会一直用引擎刹车跟排气刹车，一直让你的速度维持在90。但是这一代不一样，它会帮你刹车到85，然后让它继续滑，再帮你刹车到85，再继续滑。快接近坡底的时候，帮你放空档哦，让你的刹车不会过热。这一代真的是非常聪明。但是台湾的话 ，IC 这个系统因为没有台湾图资，所以目前台湾的车是还没有办法搭配 IC 哦，包含大陆、香港、韩国哦，现在目前都是还没有办法搭配的。未来如果有开发台湾图资的话哦，或许就能够引进这套系统。如果在中部以北的话哦，真的是蛮不错的，对省油一定有相当大的帮助。在隧道啊、明暗的转换看起来一样是非常的清晰。完全没有什么差异。然后我打方向灯的时候，哦，旁边如果有车，它会有警示音，非常的不错。哦，也有盲点的指示。So now we will just follow this road like 60 kilometers on the highway. Oh, okay. And then we will turn off and go for the first break. So now we have 60 kilometers of nice highway driving. 我们接下来要走60公里，就是这条高速公路。Then do we need to like go to the inside lane? No, we can stay here. Oh, okay. That's fine. Because normally in Taiwan, this lane is for cars that wants to go to exit. Aha, okay. No, it's not like that here. Oh, so so it's this okay. one is for the slowest. And then it's faster and faster. 哦，他说可以不用走最线道，因为我说台湾通常这个是要给出口的嘛。对，然后他说但没关系。习惯。对。可是他们也只可以大车可以走这2线而已。哦。是不是？内线不行。Is there a law that saying trucks cannot go to the inside lane, or? Sometimes it is. So then you will have a sign saying that it's not allowed, and it's quite common that trucks will have to stay in the 2 lanes here, and not in the leftmost lane. OK. 对，他说卡车通常不能去最内线道。Very easy. Very, very strong. 已经跟不上了。错。Yes. So in Taiwan, is it a very dense traffic? Yes. Everywhere, or? Everywhere. Oh wow. Another 780. Oh. What to do? What is it doing? Very taking many turns. 现在爬坡到坡顶，我设定速80，它到坡顶只有70，它就没有再加油门了。然后下坡它已经提早在帮我减速了，它帮我慢到快到72、73，它刹车又放掉，非常聪明的。它不是说你给它设定在80，它就一直在维持在80，给你踩刹车、踩刹车、踩刹车。它现在是帮你降到一个速度慢下来，然后再慢慢上去，再慢下来，再上去。其实这才是真正下坡的做法。我们刹车会跟引擎刹车轮流用，它现在就是用这个模式，非常聪明。然后快到坡底的时候，它就直接渐渐把速度放出来给我，就是快到坡底，它就会回复到80。
Here you can go one lane to the left. 哦，可以去左边一个车道。OK。Perfect. Good. 然后就放给他溜了。你看现在放空档，他知道已经到坡底了，要放空档，溜到83。真的来欧洲了，开欧卡了。哦哦。Okay, so now I will not understand anything. 他说这个界面呢、只有新车才有，所以你前面说跟你那个在台湾用的不一样嘛？对。然后他说，因为他就是整个系统还有晶片都是全部更新的，所以旧的车款可能也没有办法更新到这个版本。对。然后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转速啊，它80不到1000转，然后欧洲的道路是限速80，所以原厂会配这个齿比也是有它的道理。它轮胎是70的，然后转速就这么低，对省油一定是会有帮助。而且它那一张卡片，它可以到44度，所以其实，在台湾这种路况应付是绰有，所以搭配这个2.31的齿比是 OK 的。This is the maximum allowed weight for this combination, 44 tons, but our current weight now is 35 tons. 哦，他说现在是35吨，然后44是最高可以承受。所以你可以帮我问他说，如果一般客户就是说他只是要省油，然后它的重量大概在40吨以内，他们是不是会非常推荐现在这个配置，就是在40吨以内的客户使用这个车型？Oh, so he's asking, will you recommend people who drive the car with less than 40 tons with this truck? Yes, we would as well. And actually, the 35 tons that we are carrying now, that's typically an average load in Europe. So sometimes you're fully loaded up to 44 tons, but we know that on average, because you're unloading and loading and changing loads and so on, so an average will be around 35. 他说其实就是这台车它的平均载重就35吨，所以他说对。这一款车型是 Volvo FH Aero I Safe， 就是省油的意思。其实，在欧洲它的平均重量大概是35吨，它是推荐这一款车型的。但是也有可能会载到44吨，只是比较少。但是44吨应该是要举中轴了，它也有可能超载，因为这种2轴配3轴尾车的，其实它只可以到40吨而已。大家都把欧洲的道路想成可能很平很少爬坡。其实这边的路况有点像我们的3义以北又有点上上下下的这样。但是460搭配这个齿比虽然开起来尴尬较无力，可是呢这些路况我觉得都是可以应付的。如果要在省油的方面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样是不错包括我之前买的那台 FM 骑的，我也是改 2.5 的差速比，加上70的轮胎。但是呢，我这次出国，我发现他们的齿比又选得更低，我真的是开眼界了。所以其实这些齿比的搭配都是 OK 的。但是呢 ，Volvo 在台湾，我们对它的既定印象就是开起来靠烂较冲。可是呢，我觉得就是差异在齿比。太古在台湾代理的 Volvo 啊，其实齿比都是可以选的。所以呢，我建议物流业或者是货柜业，或者是你是那种大货车重量不重的话，其实齿比你是可以挑低一点的，省油一定会看得到。相对的，你齿比只要低的话，你开起来就有些挡拖这是一定的。但是省油保证一定看得见。不然我那一部 FM 从以前到现在经车10几年
我还没有看过司机可以跑到4.0的，我在 FB 上面都有贴文出来。这边真的风景非常优美，然后驾驶这么棒的车，在这一段路里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欣赏风景，因为这一带方向盘它也会自动帮你居中的，就是会维持在车道里面。上下坡你就定速，你也不用烦恼会超速，或者是有什么突然遇到爬坡啊，突然遇到下坡啊，你可以很惬意的在开车，所以非常棒。然后后视镜真的就是一上车马上可以习惯它，完全不会说就是你可能传统后视镜看习惯了，看这个会不习惯，其实不会，而且蛮清晰的。它在夜间有夜间模式，下雨天的话会比一般的那个后视镜还要清楚。然后 Volvo 它虽然不是第一家开发这种电子后视镜的厂商，但是他们现在敢说他们是市场上拥有最好系统的电子后视镜。像现在有行人走过来，有警示，开门有没有？Yeah, very good 。然后带大家看一下内装，因为它这一台是那个试驾车，所以它后面是装椅子，然后 XL 多了这个空间，正常往上，这个之前试驾都有介绍过了，然后就微波炉。先跟大家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这台不是最顶级的啊，最顶级的是一个液晶萤幕。然后这个是灯光。它这边有可以显示红光，有没有？亮度的话是可以调整的。我之前买了一个，结果里面没有线可以插。其他就这些有一些加装的砍帮灯或者是什么开关。然后这个他说是 Auto Hold， 真皮的内装。方向盘的 mark 也不一样，这一台有那个 L 安全气囊了。可以看一下这个内装，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急，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拍得很细，就尽量在短时间内介绍一下。你看这个椅子都非常有质感，上面还有个瑞典的小 mark，电动的。然后后照镜的话，它是可以在这边调整的，但是这一台没有那个功能。其他的可以说，你如果在车上休息的话，你可以按床上的功能键，可以当做监视器，或者是在家里就可以透过手机去监视外面的功能。然后我们到这边的话，开了91公里，油耗是3.51。With this vehicle and the FH Aero, we have done a number of aerodynamic improvements. So on the top, we have optimized the top trim panel with a Globetrotter sign, so it's improved to enhance aerodynamics. Also the camera monitor system with the camera arms, with its wing shape, it's also very much helping the aerodynamics. And then the reshaping of the cab with much more rounded corners, giving a smooth airflow around the corner. And then also over here we have made this piece higher, and this is really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the vehicle and the trailer, to have all the air passing by the vehicle instead of ending up in here, creating air turbulence. So that all together, it's the aerodynamic improvements on this vehicl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所以有没有要一台偏
卖给你。Thank you 。你说我直接问他吗？跟他开玩笑一下。He was asking, can he buy this truck home? Okay. We can make you a special price. Thank you. Now you like it? It's good. 他说你喜欢，对。 Very good.